朋友们，今天呢，咱們要看的是第5代的瑞虎8。這個車呢，它現在就是一個全新升級的大動作。只要你想買10萬級的 SUV， 那你一定會看到這台車，因為確實就是大家對於它的發動機啊，還有其他的一些方面，就是很認可的。那現在呢，它有了一個全新的升級，主要呢就是在空間，還有智能，包括還有在動力。咱們今天在現場的顏色，我們是見到了這個深灰，還有一個淺灰，還有一個比較墨綠那樣的顏色。這幾個顏色都顯得非常的高級，尤其是我前面的這個深灰，你有沒有覺得就是在太陽底下會顯得它更加的有質感？我不知道它這個車漆是怎麼調的啊，但是我真的覺得就是它看着真的不是像10萬塊錢的車。側邊呢，它也給你用到了這樣物理的半隱藏門把手，這個其實我覺得是有一個好處的，就是第一個是降低風阻，第二個就是它也會更加的實用。我們這麼摳起來的時候，你也會覺得說就是沒有那種完全隱藏式的那种，比方說冬天容易給凍住啊那些的缺点，所以這個我是很喜歡的。作為一個車長4.74米的車，但是軸距它給你做了2.8米多，這個數據其實在這個10萬級別表現還是很不錯的啊。然後後備箱就是你是正常，你也可以給它純平的放倒。那放倒之後呢，你上面加一個床墊，完全你就可以當成大床房，而且打開底下它還給了你一個備胎。我覺得其實這個就是燃油車它給到你的一些實打實的好處。因為今天呢，我們也來到了賽車場，你們看那邊就有各種各樣的一些體驗的項目。那今天呢，我們也會跟你體驗到它的一些，比方說麋鹿啊、金卡納呀，還有就是它的反向180度等等等等，為的就是要把這樣的家用 SUV 給你拿到賽道上，讓你來徹徹底底的感受一下它的這個動力表現怎麼樣。那其實這次他們叫做中國新燃油，現在很多的新勢力的一些特點，它其實就已經有具備了。比方說就是它的智能化，咱們來細細看一眼吧。這次呢，奇瑞是用到了一個全新的智能 T 平台。你聽這個名字，你就會知道，其實它在智能上現在真的是升級了很多東西。那首先就是你前面的這塊屏了，它現在全系都是8155芯片，然後2.5K 的清晰度，包括15.6的這個尺寸。反正我覺得使用起來，包括是它的這個響應的絲滑程度，因為它裡面它是有 AI 大模型的，所以說你在用語音的時候，比方說它就是能夠支持連續的這個多少多少秒的一個指令，還有就是你使用起來也會覺得它更加的聰明，這個是其一。還有就是它現在裡面呢也能夠連一些像 CarPlay、華為的 HiCar， 包括 CarLink 等等的這些都能支持互聯。那你這樣使用起來連接之後呢，你也會覺得就整個的舒適性，包括你坐在裡面的那種舒適性也會進一步的加深。還有一個我自己很喜歡的點就是這個車它是有香氛的，我覺得在10萬級別還能給你帶上香氛，這還挺不容易的啊。感覺女孩子的車裡面可能都是香香的，反正我就是喜歡這個功能。還有呢就是它的靜謐性了，這個車其實它做的也算是就比較注重這一點。那首先就是全車它都用到了這種雙層的夾膠的靜音玻璃，再有呢就是給你用到了60多處的聲學的包裹，環繞式的那種感覺，所以呢你就會感覺到整個車的那種質感，不管你是把它開起來開在路上的那種風噪啊、胎噪處理的感覺，以及就是你停下來你想聽個歌什麼的，就是它那種舒適性還是給你給到的。還有就是這個車呢，它是能選制氧機的，那如果說你去一些高原的地方，你把這個選上其實還是挺方便的。再有呢就是一些舒適的配置了，比方說像通風加熱，包括副駕它也是有小腿托的。那這個前排它是能夠支持170度的躺平，也就是說你出去玩的时候，其實你們想休息一下，在中途給它躺到那種很躺的角度，再加上就是它整個椅子的那種包裹性啊，以及它裡面用到的這個結構等等，都會讓你覺得就是它的舒適性在這個級別來說真的挺好。內飾的風格呢，它有一個弧款，有一個抱款。咱們這個橫屏的這個設計，它就是一個弧款，可能顯得就會更加的大氣，更加的成熟。然後還有一個抱款，那個呢它就是一個竖屏那樣的感受，可能你會體現到的就是覺得哎，這個還挺年輕化的。所以這兩個款式呢，就看你更喜歡哪一種。還有呢就是奇瑞的安全了，那它其實最早就是在2020年的時候就有自己的安全的中心，包括亞洲最大的實驗室，以及它組建了就是非常專業非常靠譜的這樣的專家團隊，其實為的就是給消費者一個感受，也就是說安全你可以永遠相信奇瑞。哇哦，你们快看這個空間，就我覺得不用比劃，咱們就是肉眼可見的能夠感受到它確實是非常寬敞的，而且底下呢幾乎也就是一個純平的地台，所以說你在後排的乘坐性不僅會感受到就是很舒適，而且呢你也會覺得就是賊寬敞。然後它右邊前面呢是給你放了這個小桌板，所以呢就是基本上家用車那些該給你的東西也都給你了，可能它做不到像那種理想的完全的冰箱彩電大沙發那樣，但是你要想到就是它是一個10萬級別的車，所以呢就像我剛才說的，就基本上你需要的它也都給你，比方說簾啊，以及下面的這個 Type C USB 的口，包括就是大空間，還有你乘坐上座椅的這個舒適性，就是很實在。
現在咱们要體驗的科目是金卡納，這一項其實就主要就是看它高速的時候的一個過彎性。3、2、1，走你！它这個還是很絲滑的，就是我們完全不會感受到它這個車身側傾的很明顯，就是能夠把這個濾震性給你保證的同時，也會給你一些舒適性。哇塞，這個真的很絲滑，朋友們，我覺得真的很能感受到它那種賽車民用的那種感受。OK， 結束。這個車呢，它在海拔5000多以上的時候，它依然能夠跑到80。其實像這種情況，你跑個50、60的就已經很厲害了。所以其實它做到80，就還是得值得表揚的。然後它用到的是 1.6T 的鯤鵬的動力。其實了解奇瑞的朋友都知道，它的這個其實還是挺被消費者認可的。基本上可能大家想買一個10萬塊錢的家用車，都會考慮瑞虎啊，包括這個8呀，還有之前它的那個8L、8 Plus 等等的車型。那我們自己體驗下來呢，咱們先來說一下它的數據吧。最大147千瓦，扭矩300多牛米。你看這個數據呢，其實要跟很多的豪華車，比方說奔馳 C， 它的2.0數據上是差不多的。但我覺得其實10萬級能夠給到你現在我們這兒的這個體驗，因為剛才你也看到了，我們在賽道上有一些那種項目，它整個的那種絲滑程度啊，包括轉向的時候，我覺得還是挺舒適的。10萬級，哎，你買一個家用車代步，包括可能有的時候你想起步加速的時候，它的那種輕快絲滑的感覺。因為其實這個車它是想做這種電感的這樣的感受，它可能不能說你完完全全的跟新能源的那種電車很絲滑的那種感覺啊，但是呢，我覺得已經很不容易了，因為它畢竟是一個燃油車，所以其實開起來的時候，風噪跟胎噪我覺得還好，但是發動機的聲音確實有一點點大。不過呢，畢竟是一台燃油車，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接受這個事兒。總之呢，我自己是覺得開起來的時候，發動機是有一點點聲音的，但是其實動力響應這個是沒有問題的。所以發動機這個事兒，你自己還是要去你當地的 4S 店去親身的感受一下，看你接不接受這個事兒。總之呢，看完這台車，你就會覺得它方方面面真的是就是在這個級別來說做的都是非常實在的。甭管是咱們今天你看到了，就是在現場體驗到它的一些賽道的項目，以及我們在城區給你感受到的它的動力的反饋，還有就是車裡面的一些智能化，包括那些舒適的配置。就在10萬級，基本上就是你想要的那些大家都需要的，什麼大空間啊、智能啊，以及就是它的動力很強勁等等等等，這些都是能夠滿足大家家用能夠所用到的。所以呢，以上就是咱們今天這一期的全部內容了。如果說你對這台車還有任何的疑問，也可以在我們的評論區底下告訴我們。咱們下期再見吧，拜拜。